哎，你这孩子什么都好，就是不会为自己打算。你这样一穷二白的，将来哪个姑娘肯跟你啊？我就是想替自己打算，才让大伯来领工钱的。陆掌柜，我来是有个事情想同您商量一下，我想晚上上工。晚上上工？我没见过你这样死心眼的孩子，工钱给了别人，你还晚上上工，生怕别人拿你拿的少是不是？不是，我找了间学馆，白天我想去念书。念书？你去哪儿念书？修文学馆1年的书修就10两银子，你怕是要存个10年才够数。不是修文，是名扬学馆那边便宜，我想去试试。你这孩子，哎，名扬学馆也不错，有年代，那里的先生都很好，去念书会很辛苦，以后遇到什么困难跟我说。多谢掌柜，这些年多亏了掌柜照顾，名媛铭记在心。另外我还想求掌柜的一件事，我家里不准我读书，我去名扬学馆念书这件事，还请掌柜的不要告诉旁人。我能跟你保证，我白天去学堂，下午温完书就能回来，绝对不会耽误晚上上工。好。陆琪答应下来，他看着眼前的少年，就好像在看自己的儿子一般。既然要去学堂，你多少要准备些笔墨纸砚，下午就不必去上工了。老六那边你也不要担心，晚上他来时，我同他说换工的事情。乔明渊大喜，再三谢过陆琪才离开。回到乔家，乔明丽乖巧伶俐地将药材拿出来，去水井边洗干净。穆婉婉则去看乔老三。今儿乔老三的气色更好了一些，说话里也多了几分中气。听你二娘说，你采药卖了钱，阿爷让明丽跟着你进山，你们2个女娃子可得注意点安全，山上野兽多，这人心隔肚皮的，坏人也不少，那山里呀，能少去就尽量少去。也只能去到东岳，等天冷了再去就没药了。没就没吧，有明渊在，总不能饿死咱们爷俩。说到大哥，有件喜事要告诉爹呢。我那天上山运气好，挖了几根人参，今儿去镇上卖了一根，得了20两银子。我没告诉家里人。爹，这笔钱我打算留给大哥读书。我已经给了大哥10两，还在镇上打听了一下，都说那修文学馆不如名扬学馆。我跟大哥商量好了，大哥去名扬学馆念书。爹，你高不高兴？人参那很贵的，卖了20两，那不是对，如果不出意外的话，够大哥读几年的书了。乔老三眼中猛地就涌出了眼泪，儿子的心愿，他这个做爹的又不是不知道，如今万万没想到还能再看到乔明渊念书。哎，婉婉，多谢你了。他半生沉浮，深知有些恩情不是一个谢字就能表达，埋在心底，日后回报方是正理。爹别这样说，大哥帮我脱了奴籍，又让我留在乔家，我心里把你们当家人，总说谢来谢去的，我心里听着难过。好，那我以后不提。你卖人参这个事儿，还有别人知道吗？我谁都没说，我怕说了，这钱就要被阿爷他们拿走，供乔明鹤读书。我给了大哥10两，自己留了10两，打算等不能再卖药了，就做点小生意。还有，爹的身体需要调养，我留了2根人参给爹，赶明儿去镇上买只乌骨鸡来炖点汤给爹喝。
等爹站起来也能帮上我的忙。这些都是要钱的事儿，我得试试打算着。不要给我，你把那人参卖了，就换成钱给明渊留着，我不打紧的。这腿早就废了，别为了我这个废人再拖累明渊。那不行，爹，你要是真的疼明渊，就早点好起来。乔老三被这话梗得一个字都说不出来。这是乔老三病了多年来第一次出门，从乔家的院子里出来，外面夕阳的余晖还剩一点红挂在天空上。他让穆婉婉停在河边，风柔柔地落在自己身上，远处的树郁郁葱葱，乔老三的目光痴痴地看着天际。老三，你好了。你站得起来？劳大家记挂，好了些许。儿媳妇孝顺，推我出来透透风。众人这才纷纷惊觉，原来是乔家这个丑媳妇的功劳。哎呀，这小车倒是好看得很，是你家明渊自己做的吧？没牛拉还能动，精巧。这叫轮椅，明渊坐了1个晚上才做出来，也多亏了民警帮忙，用滚轮调了一下，推起来省力。这会儿大家都赶着吃饭，乡亲们告别了他，各自归家。离去时三三两两嘀嘀咕咕，又是摇头又是叹息。你不要听他们胡说，明渊没有看清过你。我不介意，日子还长，将来的事情谁知道呢？乔老三点点头，心中却计较着，等乔明渊回来，他得问问明渊，总不能老是让人家说3道4。乔明渊他今天穿了于氏帮忙做的新衣服，特意洗了澡，头发梳得整整齐齐的，精气神看起来很好。原本就只是一个16岁的少年，此刻才有了些许少年人的志气。婉婉，你笑什么？是不是我穿得太奇怪了？不奇怪，不奇怪，你长得好看，这样穿真正就跟学馆里的学生们一样。我方才是想，等你将来做了大官，不知道多少贵哥小姐要为你倾心呢。我有妻室，没人会为我倾心。孔子曰：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。好了，快走，报了名你还要赶着回村呢。到了名阳学馆，明着是要到开学堂的时候，前来教束修的人却不多，笼统不过4、5个人。大哥，你也是第一次来学馆吗？啊，我是从蒲山村来的，你们是哪里来的？我是下河村人士，姓乔，名明渊。我叫董路。你这小丫头真是搞笑，自己明明比人家老那许多，张口就喊人大哥，人家有你这么大的妹子吗？夫子说，君子不以言举人，不以言废人。你左耳进右耳出，一根肠子通到底，都学到茅坑里去了是不是？姑娘莫跟他这种粗人一般见识，他没什么坏心，就是素来心直口快，你不要往心里去。没关系啊，大家都是胖子，我是牛，你也是。你也是来学馆报名的？是想走读还是住宿？从下河村过来的话有点远，我建议你住宿。我住在镇上，走读即可。乔明渊对他颇有好感，两人你一言我一语的就插上了话。正式介绍一下，我叫林泽熙，是镇上开杂货铺子的。我家的铺子叫来满记，以后想吃什么跟我招呼一声，10文以内随便你选。我跟沈秋池都是名扬学馆里的学生，
我是大前年来的，他是去年来的。不过我们都是一个级，学堂里统共就3个级，分别是甲、乙和丙级。丙班都是小屁孩，整天叽叽喳喳的，特没劲。刚启蒙学什么都稀奇的很。乙级就是普通班，甲级就厉害了，可以去参加科举。大家水平都不一样，像我就是班里水平比较高的。要不要点脸？你乙级下学了多少年了，心里没点数？滚！我那是让着他们的。林则熙撞他，满脸不服气。这人性格是真开朗，说话嗓门也大。一开始跟乔明渊说话的董路胆子小，被吓得往他身后缩了缩。躲什么躲？我又不会吃了你小子。放心，我家里杂货铺子里什么都有，我不吃人。我林兄，我和董路都是第一次来，分级的话要怎么个分法？考试呗。一会儿报了名，先生会出题考你们这些新来的，然后定级。来，也不知道先生什么时候到，吃点东西垫垫肚子。穆婉婉满脸汗颜，她可算是知道这林则熙是怎么胖成这样的。妹子你也吃啊？我不吃，我要减肥。减肥？我跟你说，减肥一时爽，反胖泪两行。我先前也被我娘逼着减过，瘦下去5斤，转头就胖起来10斤。你要是能减成功，我把瓜子壳吞下去。真吞？比真金还真。最后一把瓜子下肚时，血管的先生总算来了。大家忙端端正正地站好。先生经过几人身边，在林则熙跟前站定。林则熙，你又嗑瓜子，去，给我拎着扫帚来将地上的瓜子壳扫干净，扫不干净看我不打你戒尺。夫子，沈秋池也嗑的。林则熙举报，夫子理也不理。先前有读过书吗？只在家乡私塾学过，认得一些字，偶尔也在学馆外听过课。先生便考教他，考的内容很简单，幼学琼林基础知识。这个乔明渊最熟悉，他算得上对答如流。只是在考教释义时，他便有些回答不上来。最后是考对子，这是最难的，乔明渊自然对不上。最后先生给他定的是丙上，去的是丙级班。董路也是第一次来，不过他的基础比乔明渊好很多，对子也能对上几个简单的，定了级是乙级下。如此一来，董路跟林则熙和沈秋池都去乙级班，乔明渊却得从丙级学起。我基础本就不好，去丙级班也是当然。不过沈兄不用担心，最多2月我便能去乙级班跟你们相聚。好，那我们在乙级班等你。几人相视而笑，说不出的高兴。进了乔家，白氏早已眼巴巴地围了上来。买了多少？90文，我坐牛车用了8文，其他的都在这里。2杯楼呢，怎么才90文？那掌柜的是不是看你一个小姑娘去，变着法子克扣啊？没有，走的时候给阿奶看过，只装了比昨天多一些。邱掌柜的价格给得很公道。行吧，总归是一笔进账，1天90文，1个月怎么说都不会少于2两银子。只是这1天一来一回8个铜子儿的车马钱，想想着实有些心疼。就1杯搂药，能重到哪里去？明天走路去镇上。没问题。反正鞋子走坏了，阿奶得给我做新鞋。白氏顿时呛声，要是天天走路去镇上，那鞋子哪经得住磨？1个月少不得要给他做2双，2双鞋子的价格可比车马钱贵多了。我没得空给你做，反正都是你挣，你自己看着办吧。
你阿奶下午去了一趟上河村。去干嘛？先前明渊还在家的时候，你白家那姊妹不是来家里闹了一出。那天在堂屋，明渊还跟阿爷吵架来着。当时就说定了，白家那边由你阿奶去说，总归都是姓白的，一家人，说起来大家彼此留点情面，不至于撕破脸皮。你阿奶下午就是去办这事儿。办得如何？穆婉婉抿唇，白家那母女俩会轻易放弃这块肥肉才怪。原来他说不好乔家什么想法，如今他能生钱了，乔老爷子才不会放了他这棵摇钱树。还能如何？自然是办不成。听说白家你那钱婆婆死咬不松口，是要赖上乔家了，谁的话都不依。阿奶气了个半死，回来就一直骂你，一会儿小心些，别出他的眉头。刚刚明丽回来，我都让他别出家门了，省得阿奶又打他。多谢二娘提点我。都是一家人，说什么谢不谢的。白氏果真骂骂咧咧地从堂屋出来了，贱人养的贱种，一家子阿杂玩意儿。阿奶，谁又惹你不高兴了？要是明路那小子，你只管揍一顿出出气就好。我明路乖着呢。不是明路啊，那看来是我想错了。明丽跟我挖了一下午的药，没在阿奶身前晃悠，肯定不是她惹阿奶不高兴。要不然就是四房的两小子，明强和明启才几岁，阿奶总不会和两个娃娃计较啊。阿奶别气，今儿我们挖的药比昨儿还多些，明天送到镇上去卖，给阿奶换点白面回来，阿奶啊就什么气都消了。就你话多。白氏在穆婉婉这里发作不得，大房的李氏素来是他的心头宝，从不责骂。二房的于氏如今天天跟着他编草席，人又勤快，里里外外操持得井井有条，让人无话可说。罗氏，你又偷懒，你二嫂不得空，让你做个饭都能偷奸耍滑，真是造了什么孽，老子娶了你这懒婆娘。娘，我哪有？罗氏委屈，紧接着就是白氏一阵气势汹汹的数落，直说的罗氏连连叫屈。经过这几天的积极治疗，乔老三好了很多，能自行在床上坐立。婉婉，你给我吃的这几副药效果很好，过去几年都没有如今轻松。就是有点奇怪，我这手掌上多了几个红点，按下去还有些疼。爹觉得轻松，证明身体在自我修复。人都说病来如山倒，病去如抽丝，爹这是在好起来呢。能好起来就好，就是这手，这是针灸的痕迹。每天爹喝了药睡着，我都给爹扎针的。等爹不再咳嗽咳痰，饮食正常了，我还要再给爹腿上扎扎针，让爹能站起来，才是真的医好了。我还能站起来？为何不能？爹只是残废了左腿，右腿还是好的，当然能站起来。只是以后少不得要用上拐杖。至于爹想跟常人一样行走，也并非完全没什么办法。我可以画个草图，等明月回来，让他帮你做一条假腿，穿上衣裤，便跟常人看起来没什么两样。当真？爹放宽心，好好的吃药、吃饭、睡觉。我什么时候骗过你啊？婉婉，你真是个好姑娘，我们明渊娶到你是几辈子修来的福气，村子里的人都不知道情况，对你不住。爹，我不在意这些的，你和大哥对我很好，我只想报答你们。
那些人对我不重要，他们说什么我都没听进去，你也别为他们的话伤怀，这样的话你以后不要再提，日子久了我是什么样的人他们总会知道的。自从你进了家门，我如今才觉得日子有了盼头。明渊能读书，我好起来，他也不至于时时刻刻都记着家里。将来要是能考个功名，那便是光宗耀祖的事情。我乔老三就是再不济，帮着你打理一下家里还是能的。以后咱们爷儿仨相依为命。好。婉婉，你昨天开的药我吃了3次了，今天起来下了些黑血，不打紧吧？肚子疼吗？不疼，就是腰有些酸胀。那不打紧。你这个月事刚走不久吧？啊，才走2天。这是之前的淤血没排干净，会连续出几天血，之后你就清爽多了。那药继续喝着，晚上让明丽给你烧些热水，丢点艾草和姜片一起泡泡脚。好。他不好打击穆婉婉的信心，摇摇头，心中暗想，就当作是给孩子练练手吧。左右他这副身体也是坏了很久了，不至于一副药就吃垮了。晚饭过后，穆婉婉没着急走。阿奶，明天卖了药材，我想在镇上给我爹带只鸡回来。那得多少银子？肉可不便宜呢。我问了商铺的人，要不了多少，100来文。我今天和明丽挖了不少药，明天应该能卖不少钱。败家子，你这才赚了几个子儿，就想着大手大脚了。家里连肉都吃不起，还想买只鸡，你以为钱是大风刮来的？阿奶，我用卖药的钱买，我辛辛苦苦上山采药，这几天卖了药也都悉数给了宫中。要是我连用个100文钱的事儿都做不了主，这钱我不赚也罢。左右宫中2娘和4娘忙不过来，我以后懒得出去抛头露脸吃灰尘，就搁在家里做家务，还省心了。那不行，你卖药的钱也是宫中的钱。家里没分家，谁赚的都是宫中的。我没说不是宫中的，宫中要用，我也没说不给，不是。我这几天卖了药，哪次不是直接给了阿奶的？你知道就好。白氏哼哼。大伯在私塾教书，得了束修，给了宫中一部分，剩下的可以自己支用。从前二伯和2娘在码头上卖饭，每个月交给宫中一定数额，自家要开销得留一点。四叔和4娘平日里都在家干活，四叔闲来去做货郎，也是交给宫中一部分，自己留一部分。走遍全村不分家的人家，哪家都是如此。毕竟除了大家，各自有小家要养，没道理到了我们3房就什么都给宫中吧。明月在镇上做工，工钱已经让大伯去领，大伯挂心宫中，到时候定然全额交给阿奶。我们3房已经有了明渊上缴宫中开销，按道理来说，我赚多少都该是我们3房自己用才是。就是走到族长面前，甚至是李正跟前说道理，也是这个理儿。一点家务事还能闹到李正跟前，你是怕乔家的笑话还不够多？我是打个比方，这不是阿奶，阿爷怕丢脸，我就不怕了吗？爹，明渊媳妇儿说的也不错，如今3房2人营生，钱都给了宫中的确不妥当，说出去肯定会有人说乔家苛待小辈，他们敢？哎呦，嘴巴长在别人身上，人家要说什么咱们还能拦不成？再说
三房现在的确是2个人赚钱，自己没昧下一文，这搁哪儿都说不通啊。也没有一家人都让2个小的养的道理，不是？要是三房这次在白氏这里打开了一个缺口，有样学样，那以后他们4房要做什么也好开这个口。我爹身子不好，家里总说三房拖累了大家，可说到底是欠了银钱还是欠了米钱？我爹1天3顿还比不上明路的饭量。要说银钱，几年来连一副药都没得吃，用不了家里几个枣。大伯和大娘总拿这个来说事儿，明恩感恩，工钱全给了宫中，也无话可说。可我爹如今好起来了，三房又多了张嘴，总不至于连口饭都让三房的人等着赏吧？你这说的又是什么话？谁又当你们是要饭的了？什么都交给宫中，要用钱时还得看脸色，明明是自己赚来的钱，整得跟讨饭有什么区别？那好，这钱谁想赚谁赚，我自己用不到1分，我还赚它干嘛？如今明眼人都知道，乔家最赚钱的就是三房这2孩子。原本按照计划，穆婉婉的也得全数上交才能合他的意。你到底想怎样？我每次赚多少，阿奶和大娘都心里有数。我如今管着我那生病的爹，总不能什么都不留给我。以后民院的工钱照例是大伯去领，我这边赚来的，阿奶给个数目，我交给宫中，其他的我们三房要自己支用。哼，按照你这个说法，三房以后是不是都不用在堂屋吃饭了？那按照大娘的说法，其他人交了宫中，就没在宫中吃饭了？哼，牙尖嘴利的丑丫头！我是丑，又不是傻，难道在大娘眼里，丑就是原罪了吗？我爹娘生我下来就如此，我能有什么办法？爹生娘养，谁也怪不来的事情。大嫂，你这话说的有点过分。李氏气得够呛，索性抱着手退到一边，气冲冲地回了房间。我还没死呢，容不得你们在这里放肆，一个个的都吵着闹着，这家像什么样子？阿爷，这个怪不得我，还不是大娘。你个小孽畜，还敢攀咬你大娘？她是你长辈。你闭嘴！你是长辈，做事要公正些，家里才会和气。老三还病着，如今好起来是要补补，你咋不知道体谅一番孩子的孝心？这些年饭都白吃了。婉婉，你阿奶管着一大家子人的吃用，对银钱难免计较的多一些，你也别往心里去。我没跟阿奶计较，不过话说分明，对我们三房，对大家都好，总这样吵下去，迟早会丢大家的颜面。那你说，你每个月给多少？我一个人挖掉能卖到60文到80文之间，如今是明丽跟着我一起，一次能卖个160文到180文。不过卖药是靠天吃饭，我不能保证天天都能挖到要卖钱。这是自然，这个道理乔老爷子也懂。折中一些，不管能不能每天卖出去药，一天就算个100文的收入，一个月下来就是3000钱。如今大家都是交80%到宫中，我也按这个份额交，只是名利还小，我没理由亏了个小辈。二房那边，二叔在码头上做工，钱是给了宫中的，这份理应由二房自己用。这样，我每个月交2两银子到宫中，
另外交200文伙食钱，其他的由我跟明丽自行分配。1月2两，虽不是全部，那也不少了。白氏稍稍满意了一些，撇了撇嘴，没吭声地看向了乔老爷子。那你要是赚不到2两银子呢？赚不到，我会自己想办法。大伯要是不放心，怕我食言，大家写个字条也没什么。不过我丑话也说在前头，我每个月只给公众这些，我赚少的时候不亏公众，赚多的时候有些人也别眼红。哼，谁会眼红你？你就是1个月赚10两，那也是你的本事。如此最好，口说无凭，大伯写个字据，免得将来有人翻脸不认人。够了，都是一家人，商量点事还要写字据，算这么清楚，比外人还生分。我乔青云说话算话，这事儿就这么办。以后3房每月交2两银子上来，那200文的伙食钱也不必给，家里还不缺你这口饭。不过明渊媳妇儿，你丑话说前头，我今儿把话也搁这里，定额的事情是你说的，以后赚多的时候我们不贪你1文，交不到2两银子的时候，你自己需想办法。好，按照他对乔老大夫妻的了解，这事儿最好还是写个字据，亲兄弟还要明算账呢。可转念一想，逼得太紧反而容易露出破绽。再则他刚刚来乔家，传出去逼迫长辈的名声对他也不好。事情敲定，他心情大好。婉婉，每个月2两银子是不是太多了？你一个孩子去哪里赚那么多呀？马上天就冷了，到了冬天山里是没药的。二娘不用担心，我会自己想办法的。对了，方才我说的要跟明丽分钱，这话不是唬着阿姨和阿奶的。每个月赚来的钱，除了宫中的，我给明丽分3成，你看如何？他一个孩子没什么本事，跟着你学点东西就行，钱不钱的不必提。本事要学，钱要分，明丽是付出了劳动的，理应得到回报。那1成吧，另外2成全当是给明丽交的学徒费，让她拜个师。那就2成。不瞒二娘，这药材的生意我做不久，等天气冷了，我要琢磨着做些别的。这1成不分给明丽，我给明丽入个股，等将来赚得多了，再给她分红。好，你说什么就是什么。他照顾好乔老三睡下，回到房间后就一头扎进了自己的实验室，开始研制一些功效药丸，又到了镜子前细细看自己的脸。经过这几天的努力，脸上那些脓肿完全消了下去，消了痘痘的脸上连个疤痕都没有。第2天一早，他照例去镇上卖药。你来的倒早，都是掌柜昨天订的药。你最近是吃了什么药？脸上的疖子基本都好了，见效倒是很快。我自己配的美容方子。穆婉婉摸了摸自己的脸，那药膜的功效加上西药作用，效果的确很好。如此说来，你的医术还不错，怎么不走从医这条路啊？没那个本钱。邱掌柜，你这里缺不缺坐诊大夫啊？你想在我这里坐诊？我这里门店小，请不起坐诊大夫，平日里来的病人我一个人看诊就可以。你要真想看看病，京医堂那边倒是常年都要人，不过京医堂是大医馆，他们请的人都是资历老的，怕是有点难。这样啊，我在您这里挂个诊，病人来看病，些许寻常之症我不必管，
若是您遇到了什么治不了、没头绪的病症，便让我试试，所得诊金我拿70%，您拿30%，如此既不会砸了您的招牌，也不至于让您颗粒无收。秋实笑而不语，钱不钱的不是重点，重点是这么一个小姑娘，她哪里敢将人命的事情交给她？再说从医40年她都治不了的病，一个小姑娘能有什么法子？全当是给我个见识的机会吧。行。话说两头，穆婉婉回到乔家，进门白氏就瞧见了她，见她背了沉甸甸的一背篓回来，上前掀开看了一眼，顿时就骂人：败家娘们，家里有金山银山也经不起你这么个大吃大喝。我乐意，总不会少了宫中的就是了。一席话堵得白氏哑口无言。不过话是这般说，回头穆婉婉给他送了一包白面，一包白糖，白氏脸上的笑容还是止不住。他都多久没吃过一口好的了？故而转头李氏再数落穆婉婉时，他意外地帮了句话：行了，他能交宫中就行，你管他怎么开销，左右也没吃你的一口米。李氏脸色难看，还真别说，在他心里这些都该是宫中的，是宫中的也就是他李氏的，他肉疼。穆婉婉那边根本懒得管，他洗净了乌骨鸡，从空间里取了一根人参出来，分了一半塞到了鸡肚子里，又剥了些姜切片，放了八角桂皮一同塞到鸡肚子里，放在灶上开始炖了起来。半个时辰左右，一阵浓烈的鸡汤香味就弥漫在乔家的院子里，馋得罗氏从屋子里出来。婉婉，你在做什么好吃的呀？哎呀，好香啊！我给我爹炖只鸡补补。哎，我家明强和明启还没吃过这么香的鸡呀。那你回头让四叔也买一只鸡回来，给弟弟妹妹们也尝尝。这只鸡我放了些药材，不适合小孩子。罗氏不信，走过去掀开锅盖看了一眼，见锅里的确飘着一些根须，他不甘心。吃了会坏肚子，对身体不好。穆婉婉点头，小孩子元气充盈，吃了这么补的药膳多半是要流鼻血的。罗氏以自顾自地拿起碗舀了一碗。嘿呦，你又唬我，明明是肉，哪能坏了身子？婉婉，你别小气啊，不是四娘要吃，给孩子解解馋而已嘛。他挑了个鸡腿几块肉，也不管穆婉婉同不同意，端着就回了屋子。这罗氏，嘿，说是给明强和明琪，多半他是想要讨点吃，都多大的人了，真是。无妨，他该长点教训。反正坏处他都告诉罗氏了，是罗氏自己不听真话，一会儿别哭着来求他就行。穆婉婉给乔老三留了个鸡腿并着鸡翅膀，其他的肉全部舀出来装在碗里，端给了白氏。阿奶，我做了些鸡，给你和阿爷送一些，这里面放了些药的，孩子不能吃，你二老就留着自己用，可别心疼明路，结果好心办了坏事儿。他没给二老留大热的汤，放下了肉并着4个包子就回去了。白氏和乔老爷子看着那一碗肉和白生生的包子，心中不由有些五味杂糅。老人家心疼孙子，好东西基本都进了乔明鹤和乔明路的嘴里，二人却是很多年没吃过一口好的了。另一边，乔明渊的工作才刚刚开始。按照名扬学馆的定级，他的基础并不好，跟着小孩子们念了一个早晨，自然少不得被人嘲笑。
今日教学的是孔夫子，孔夫子教授幼学琼林，见他能将这书倒背如流，对他好感倍增，下了课后独独将他留下。从前读过书，乔明渊就将自己上过私塾，又学过幼学琼林，以及在修文学馆的墙外听过先生们讲课的事情说了。我只能背，不能写。另外，我在镇上的书店里帮忙抄过一些书，只是不会释义。原来如此，王夫子让你来丙班不无道理。做学问和吃饭是一个道理，都是从简单学起，才能保证根基稳固。你要先学会拿筷子，才能吃得优雅有趣。照你原来的那种读法，就好像是用手抓饭，虽说也能吃，终究失了礼仪气度，将来上不得台面。学生明白。不过你要是一直跟着丙班这样读下去，进步就太慢了一些。下午是温书，响了铃你就到藏书院再找我。名扬学馆的先生们都有一个好处，藏书院可以随便进，虽说比不得修文学馆的藏书院那么大，里面的书却也算齐全。平日里学生是不准来这里的，只有甲级1等的学生才有这个资格到这里来读书。孔夫子让他过来，摆明着是愿意给他开个小课。这一天，名扬学馆的馆主丁宝林家里来了2个访客。书院里来了个孩子，我瞧着资质不错，是个好苗子，如今在我的丙班上着课，依我看，要不了多久他就能去乙班了。哦，丁宝林虽说自己不收徒弟，可叮嘱过学院里的几个夫子，要他们多多留意好苗子，重点培养一下。开蒙有点晚，不过人很聪明，又很勤奋，重点是还能举一反三。我下午将他带去藏书院读三字经，下学的时候瞧见他在看注释，还在桌上写了一些自己的思考，很难得呀。丁宝林此时还不知道，孔夫子嘴巴里的这个人就是先前秋实给他推荐的那个。如此，我明天要去见见，看看他的品行如何。那我就先告辞了。馆主明日看过，觉得可堪塑造的话，不妨收个徒。我不收徒，若是个好苗子，让王夫子收了。那王夫子是名扬学馆中除丁宝林之外的另一个秀才。孔夫子得了这句话，点点头，自顾自去了。这边孔夫子刚走，程老板后脚就进了丁宝林的家里。程姨，你今儿怎么有空来我家里坐呀？是有个事儿，我认识个孩子，读书刻苦，又有天分，今儿才知道他去了你们名扬学馆读书。我看好这孩子，便来给你老兄讨个人情，你收了他做徒弟吧。丁宝林满脸不解，心中却泛起嘀咕，今日是个什么日子，一个两个都来替他张罗着收徒弟的事情。哪个学生得了你的青睐？他叫乔明渊。丁宝林大惊失色，这个名字已经是他第3次听到了。且不说这人当真是不是聪明绝顶，就这份处心积虑靠近他的心机，就足以让丁宝林产生一种错觉，他这辈子吃的亏全都是在钻营2字上，故而最不喜欢的就是这种圆滑世故的人。哦，你说他呀？怎么，你已经见过他了？对他印象怎么样？没见过，不过
一个能请得动你秋实和孔夫子做他说客的人，想来一定是很聪明的，就怕聪明反被聪明误，结果总不能如他的意。程颐一听这话，就知道已经有人先来推荐过乔明渊了。他失笑摇头，意识到自己闯祸了。这位好友心性固执，这么多人上门来给乔明渊做说客，多半是被他不喜。明年科考还下不下场？再说吧，得看我娘的身体能不能好转。要是这般吊着，我就是去了也不安心，还不如不去。秋实怎么说？实在不行就换个郎中看看，总这么拖着，老人家难受，你们看着也难受。哎，一家子都是善心的，怎么老天爷就不知道开开眼？秋实也没办法，我也托了京城的朋友帮忙打听好的郎中，只是现在还没有什么音讯。说起母亲的病，丁宝林就满脸愁绪。你这倔脾气多少年了？实在不行也改改。当年你师父收你做徒弟的时候，没有你这么麻烦的吧？那个乔明渊是真的不错，我就怕因为你自己一时的偏见，导致明珠蒙尘。将来想起来，你可千万别后悔。不送。程颐碰了一鼻子的灰，摸了摸鼻头，只能无功而返。下河村，穆婉婉早就起来了，今日要去城里卖山药，她拿不准到底是个什么行情，越早出门越好。今日背篓里装的不是药材，自然引起了乔家人的注意。明渊媳妇儿，今儿宫中的活儿你不干，说是要进城，就你这些土疙瘩能换银钱啊？你蒙谁呢？大娘，这是山药。哼，这也是药？这是药，可好吃了。昨天那山药的味道，他想起来还是觉得很好吃。哼，还能吃啊？阿娘，宫中的活儿就劳烦您多担待一些，等我回来，我给您带些鞋面来。不用那么客气，你赚钱不容易。李氏听了有好处拿，心中更是不高兴。他哼了一声，扭着腰就往屋子里去了。不多时，白氏的声音在堂屋里炸开：你说他今天不卖药，背了些土疙瘩进城，这死妮子小小年纪就学会了偷懒耍滑，也不知道跟谁学的。罗氏，是不是你教坏的？娘，我是真冤枉。穆婉婉坐着牛车去了镇上。今天没有药，她不用去百草堂，转悠着就到了镇上的餐馆。客官，您是打尖儿还是住店呢？我不吃饭，也不住店，我找你们掌柜的，问一问你们收不收食材。哟，不好意思，我们店里有专门从市场上采买的人，一营蔬菜都是选的最新鲜的，当天送来当天做，一般不自己采买的。我的东西别处可找不到，你们掌柜的肯定没见过这东西，就是见过也肯定没吃过。这东西不能吃吧？小二抬头看了一眼背篓，瞧见是一堆根块状的物品，上面还沾染了不少泥土，心里很是狐疑。那姑娘你等一等，我去问问掌柜的意思。不多时，一个中年男人跟在他身后来到了大厅里。掌柜的，我是来卖山药的。山药？你这东西我确实没见过，敢问怎么个吃法？吃法多得很，掌柜的，人都说多条路多个选择，你也别忙着拒绝，能不能吃，我给你做一顿你自己尝尝。行。素食斋一向做的是素食，
来吃饭的人口味不会很重，味道浓郁的菜不见得会得人的喜欢。清炒山药脆而不腻，口感舒爽，最适合素食斋。不多时，一盘清香扑鼻的素食就做好了。谭掌柜夹了一筷子山药放在嘴巴里，清爽的味道立即在嘴巴里蔓延开来。不错，真心不错。这个山药做出来味道很好，清水镇上绝对是独一家。你有多少山药，我都要了。今天只带了这么多来，谭掌柜要是都要，我明天自然还送。山药稀有，谭掌柜的就是卖的高一些也无妨。另外，谭掌柜不知道，这山药不单单是一道菜，也是一道药，温阳补肾。如果是炖了汤，对男女老少的身体都有好处。谭掌柜不妨打出药膳的牌子。还能做药？穆婉婉点点头，又给他解释了一番山药的出处。谭掌柜大手一挥，这笔生意就成了，以每斤20文的价格敲定。穆婉婉带来的这一背篓称下来一共是35斤，最终结算给了穆婉婉700文。付钱的时候，谭掌柜有点肉疼，心里又有些没谱了。你这山药卖的比肉贵，要是不好卖，明儿就不用送来了啊。好的，掌柜的要记得，这山药是稀有的东西，过了这个季节，想吃就不一定能吃到了。山药还能温阳补肾，比药好吃，比人参便宜。你要是做好了，绝对不够卖的。他说着，将方才那一道菜的做法写了出来，交给谭掌柜。呵呵，那就先试试。掌柜的，你这里是素食斋，平日里顾客来吃饭都配的是什么茶水啊？茶自然是上好的，乌龙茶、大红袍、碧螺春都有。怎么，你要带点回去给家中的老人吗？不是，掌柜的这些茶水自然都是很好的，不过对于吃饱了的人来说，解油腻才是最佳的选择。在吃饭时若有一杯解油腻的水，难保不会多吃2碗饭，你说对吗？哦，你有主意？过几天吧。穆婉婉笑了笑，她没急着给谭掌柜出点子。这种生意，她不能一次性就将自己的底牌完全的亮出去。她要告诉谭掌柜，她有的是法子，才能跟谭掌柜保持长久的统一战线。谭掌柜也懂做生意的道理，他很热情地送穆婉婉离开素食斋。站在大门口，谭掌柜看了一眼对面的一品斋，心里不无波澜。山药能行吗？中午刚到，吃饭的人陆陆续续的都来了，大多数都是去的一品斋，也有那么几个是固定要来他素食斋的。今天主打什么菜？郑老爷，今儿我们素食斋推出新菜品，清炒山药，你保证没尝过，要不来一盘试试？行。听着名头是新鲜，郑老爷果决地点了头。很快，那白里透着绿的清炒山药就端上了桌子。郑老爷食指大动，立即动了筷子。脆、爽、清，一入口，他微闭着的眼睛就一下睁开了。郑老爷，今儿这菜你可还满意啊？好吃，确实没吃过，这味道也是独一份的。明儿还上这菜吗？明儿还有。不瞒您说这山药是个宝贝，每年能采到的量都很少，价格也贵。不过贵的东西有贵的理儿，这种应季的东西吃了不会后悔不说，还有药用价值。
温阳补肾，男女老少都可以食用，而比起人参来，价格又低了不少。是个好东西。郑老爷连连点头。当天下午，郑老爷又来了，不单单是一个人来，还带了平日里的一群好友一起。如此一传十，十传百，谁都知道素食斋出了新菜色，好吃不说，还能补肾。如此一说，那些平日里有些某方面不能说的隐疾的人便心领神会，赶着就往素食斋去了。此时穆婉婉刚在集市上买了鸡蛋，又买了一些面条，提着去了名扬血馆。婉婉，你怎么来了？我来镇上卖山药，卖了钱给你买些鸡蛋和面条。我有吃的，你带回去跟爹吃啊。你读书辛苦，要补一补。我跟阿爷和阿奶说好了，以后我每个月给他们2两银子，其他的归我们3房自己之用。我昨天给爹买了鸡，一会儿再带一些肉回去，你不用担心。他说的轻描淡写，乔明渊却神色一动，觉得穆婉婉是受了委屈，目光中染上了一些抱歉。婉婉，又让你受苦了。我没事呀，大哥不用担心，每个月2两银子我还不放在心上。我今天背了山药来卖，那东西比药值钱，1篓的山药我卖了700文，掌柜的跟我说好了，明天还要。山药？乔明渊不解，穆婉婉又将自己发现山药以及卖山药的过程说了一通。乔明渊总算松了口气，他本来打定主意，就算穆婉婉每个月赚不到2两银子也没关系，大不了他抄书勤快一些，也能给他补上的。大哥，鸡蛋你拿好，快些回去吧，我就是来看看你而已。穆婉婉见那管事的不断在门口张望，知道血馆的规矩，便连连催促乔明渊。好，那我回去了。他揣着鸡蛋，心里一阵暖。进了门后回头，瞧见穆婉婉还在原地看着他，脸上挂着大大的笑容。他脸一红，快步进了内院。山药出乎意料的价格高，让穆婉婉压根没有想到。他从镇上回去后，就拖着乔明丽和于氏一道上山，争取在旁人发现这门生意之前，将山上的山药都搬回了家。几人忙活了许久，太阳下山时，3房的院子里堆满了山药，少说也有200-300来斤。婉婉，镇上的老爷们当真很喜欢吃。是啊，走得很快。你说我也去镇上做山药卖如何？不好，二娘，我不是不准你做这个生意，而是山药这东西目前还不能栽，都是靠大山吃饭，哪一天没了你就得关门，犯不着冒这个风险嘛。再说这东西平头百姓也吃不起，你要是连商铺都没，城里那些老爷谁愿意跟你在大街上站着吃啊？这话是这个道理。于是脸色一暗，不说话了。还有，先前你和二伯不是得罪了镇上的流氓了吗？人家也未必就愿意让你们开店铺，这事儿还得从长计议。也是。不过你不用担心，我都想好了，生意呢咱们肯定是要做到镇上去的，等我想好了出路，做什么到时候再说。明丽，你去帮我请二伯过来，将我爹也推到堂屋去吃饭。乔老三已经有好几年没有跟大家一起吃过饭了，当他出现在堂屋的时候，少不得让乔老爷子等人都吃了一惊。老三，你好了。说来也是让人寒心，大家都同住在乔家大院里，平日里除了乔老二一家，其他各房的人均是很少来3房看望乔老三，连带着乔老三好起来这件事，大家也都不怎么关心。
没完全好，只是行动没什么问题。乔老爷子的目光落在他身下的轮椅上，乔老三立即解释：这是明渊上次回来时给我做的，民警过来改了一下后，可以推着走路。看这木材，好像是山上的红杉木。不是公家的那一片，是早些年我跟明渊娘种在西坡的那些，现在已经长大了很多。还真别说，乔老大本就是想的这个。乔老三如此一说，便也只能闭上嘴巴。好起来就好，好起来就好。这都是婉婉的功劳。娘，你不知道，婉婉真的会治病。乔老三此时已经对穆婉婉心服口服，不但活了过来，还能坐着轮椅到村口去吹吹风，跟孩子们讲故事，和老乡们唠嗑。这放在从前，乔老三想都不敢想。罗氏眼中的神思更深了几分，他越发在心里笃定，这穆婉婉的确是个有本事的，看来以后要跟三房打好关系才行。你又喝这些苦的钻心的药做什么？这是婉婉给开的，给我调理身体的。算了吧，都试了这么多年了，也别折腾了。当年你生明丽的时候那模样，我现在想起来还觉得怕。咱们有名利，将来总不至于每个人养老送终。再不济，明渊也不会让我们两个死在乱葬岗的。一口薄木棺材，他不至于舍不得。再试一次，最后一次。四房那边，乔老四夫妻也在低声说事。老四啊，你说这婉婉到底是多有本事啊？我瞧着他今儿买那些东西，怕是没个100来文钱儿，买不到呀。本事肯定是有的，不然怎么认药？你想干嘛？依我看呀，穆婉婉这几趟进城，定是赚了不少钱。要不然，我明个也跟着去采药卖去。别了吧，明强跟明琪还小，离不开你。阿奶又不肯帮着带，你总不能一手抱一个孩子跟着去吧？这要是这样去了，你能做什么？哎呀，阿奶也真是，明鹤和明露都是他带着长大的，怎么到了我们，他就死活不管了呢？不管才好呢。明强跟明琪跟着你，我还放心一些。明鹤读书心安理得，吃着用着家里的就不说了，明露小小年纪就这般顽劣，她是万万不会让自己的孩子变成这副模样的。罗氏也知道丈夫的意思，这算拐着弯夸他。她娇嗔地拍了乔老四一下，两人便转而研究身体去了。乔民警将目光落在穆婉婉的脸上，看了一眼又一眼。原本明渊说你会医术，我还不信，瞧着你脸上的痦子是全好了，一点都看不出来。总是那样子，别人看着也会觉得不好看，尤其是乔明露，天天喊我丑八怪，喊得我心烦。那臭小子，下次我看到他，看我不揍他。我昨天看见三叔坐在大树下，他的精神真的好了很多，说是你治好的。你的医术真的那么好？我以前跟着东弟学了几年。那好，等你从镇上回来，你帮我娘也看看，她最近总说腰疼。不过我今天有点别的事情，我说不好什么时候会从镇上回来，等我到了，我再过去你们家走走。昨天的山药好卖，今天穆婉婉却没有带更多，物以稀为贵，她今天只带了20斤山药进城。
哎呦，我说祖宗哎，你今天怎么来得这么晚呢？我店里的客人都快坐满了。穆婉婉伸头看了一眼，可不是，素食斋第2层都坐满了人，都在喝茶聊天，似乎在等着吃饭。今天带了多少？我昨天挖的不多，今天只得这么1倍了。行，总比没有好。明天来早一点啊，那我给你车马钱。说罢，愣是多给了10个铜板。对了，你上次说山药吃的法子很多，除了清炒，还有别的法子没？可以吃的法子是挺多的，不过掌柜的是素食斋，有些别的法子却是要用到荤菜的。谭掌柜顿时一愣，他的酒楼叫素食斋，顾名思义就是做的素食，若是做了荤菜，这招牌不是得砸了吗？从素食斋出来，5时都已经过去了。此时走在胭脂铺子门口，他心中一动，倒是有了个主意。这位姑娘，您打算买点什么？这些都是新到的胭脂水粉，清水镇上独一无二的，您瞅瞅，看中了什么，小的拿出来给您试试。这是什么？这是扣丹，颜色是时下最流行的，姑娘要不要试一试？穆婉婉了然，扣丹就是古代指甲油。平日里洗了脸干燥，有没有润肤膏？有。姑娘看看这个，这是最好的润肤膏，味道香，冬天用了还能防止皮肤干裂。这个怎么卖？这个400文1盒，给姑娘包起来。好。他买了1盒润肤膏，小二的态度就更为和软了一些，领着他又看了一下别的东西。一圈下来，他基本便了解如今清水镇市面上的所有胭脂。谢了小二，最终才回了下河村。到了乔家，这1盒润肤膏他自己却没用，他去了2房。阿娘，这个给你和明丽，每天晚上洗脸后在脸上用一些。明丽的脸啊太干了，到了冬天怕是要开裂的。于是一看这盒子就知道东西不便宜，他连连摆手，不，好孩子，你留着自己用吧。哎呀，给你，你就拿着嘛。阿娘，你昨天不是跟我说要去镇上做生意吗？我今天去镇上逛的时候看了一圈，做酒楼饭馆的成本太高了，咱们没有那么多本钱，我就想啊，自己研制一些胭脂水粉来卖，这东西好走货。我想问问二娘的意思，你有没有兴趣一起做啊？做胭脂水粉能行吗？我也不知道能不能行，钱当试试吧。所有材料都是山上采的，亏不了什么本钱。那我得跟你二伯商量一下，宫中的活还得有人干，我要是也去做买卖，你阿奶恐怕不见得会同意。阿奶那人你又不是不知道，多给钱就行了。穆婉婉根本就不担心这一点，于是跟着笑了起来。主意定了下来，2房和3房的人就全聚在了一起。那胭脂水粉的工序复杂，你能做得出来吗？婉婉，你好不容易存了些本钱，可不要轻易就砸没了。爹，你还不相信我吗？爹相信你，我如今好起来了，你让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。还真别说，爹有事儿要做的。穆婉婉狡猾一笑。乔老三满脸喜色，他瘫痪在床已久，这么多年来一直觉得自己没能力为这个家做什么贡献，如今能帮上儿媳妇的忙，他便觉得活了过来。爹以前不是做一手好木工吗？你看这盒子，
一天你能做出多少个来？做这个东西倒简单，就是瓶口上的这个螺纹有点费事。那不打紧，村子里也有不少的木匠，爹可以请他们帮忙做这个。我这里收10文一个。10文太贵了吧？一床草席只要15文。贵有贵的好处，做工木艺的要求就要更好才行。爹帮我放出话去，收回盒子时爹注意把关，残次品都不要。好。婉婉，既然要合作，这份子钱怎么算？早都想好了，我今天算了算，一些模具的制板都能从自家产出，不需要太多的钱。要用到钱的地方就是采买一些材料什么的，以及收购装胭脂的木盒，但投入并不大。等将来我们做起来了，再开一家作坊，那时候需要的投入就多。这事我来操办，我便出个大头，我手里呢有10两银子，到时候结算时我占60%，二伯和二娘主要出人力，你们家3个人都是主要的人手，你们出5两银子，便算40%股份，你们觉得呢？30%吧，我们2房只比你们3房多1个孩子而已。是啊，你们可别小看了宁丽这小丫头，她呀可是有大用途的人。她一个孩子能有什么大用途？到时候你们就知道了。婉婉说是40%，那就算40%。这些年来你们的日子过得拮据，大家都是一家人，何必为了这么一点力争来争去的？除了我们，我还想再拉一个人来合伙，我打算给他1成的股利，就从我这边出。这么一算，我分5成，二伯和二娘拿4成，他拿1成。谁呀？乔老三纳闷，穆婉婉也没听说跟谁特别要好。是民警吗？对，是他。早晨我去镇上时，搭的是景哥的车，他也说起想做生意的事儿，我当时就上了些心的。左右呀也需要一个外人入股的，请了旁人不放心，景哥的人品我比较信得过。对了，二娘，景哥他娘病了，听说我会治病，就请我过去看看。我一个女子不好单独去串门，不如你跟我一起去吧。乔二伯娘是病了有些日子了，行，我陪你去看看。爹，你和二伯商量一下，方才我说的那些模具可以找谁做，或者去哪里做。我跟二娘去一趟景哥家，一会儿景哥过来拿药，顺便把契约写了。还要写契约？自然不是写给我们自己看的，以防万一，免得旁人见了眼红，想来插一脚。他默认了穆婉婉的做法。之后，乔老二和乔老三开始商议起那些模具和木盒子的事情来。于是则带了穆婉婉2人一起去乔明景家。一路上，穆婉婉就将自己打算做生意的事情跟他说了，连同入伙分成都讲了一遍。行，就按照你说的，只是我1分不出未免不公平。这样，除了跑趟子的事情我负责之外，我再出5两银子。民警已经出了车马，再让你出5两银子，结果只能拿1成，就实在说不过去。这样，从我们2房的股利里再分1成给民警吧。如此，事情就定了下来。此时，穆婉婉已经背着山药去了镇上。穆姑娘，明天能送多少来？你给我个定数吧，这么多人等着呢。50斤吧。再则，谭掌柜，物以稀为贵嘛。过了这3天，你这里就不要日日都上山药了，给大家留个念想。
这东西啊，才显得珍贵。那再过几天不上清场山药了？客人们估计也都快吃腻了。对了，你昨天说的那个小食我做出来了，你试试味道。说着，他便让厨子端上来一小盘点心，这是山药薯片。穆婉婉用手拿了一片放在嘴巴里，山药被炸得很脆，入口很香。他点点头，很好吃，味道不错，就是盐稍稍重了一些，花椒放的比例还不够好。这是麻辣的，我教你做个椒盐，以后啊还可以推出更多种的口味。椒盐山药薯片的味道清淡，但是醇香，不喜欢吃辣椒的人会喜欢的。哦，这个薯片只能用山药来炸吗？土豆也可以。土豆？土豆是什么？他形容了一下土豆的外貌。谭掌柜听罢，终于恍然大悟。你说的这个是有的，不过不叫土豆，我们都管它叫地薯。不过吧，这东西的话，吃的人很少吧，就是乡下的泥腿子也大都嫌弃这地薯的味道寡淡啊。你试试就知道啦。付了钱，他一边叮嘱穆婉婉明天早点来，一边送走了他。谭掌柜暗暗打定主意，不管怎么样都要跟穆婉婉打好关系，笼络好了这丫头。他素食斋时不时地推出一些新品，何愁生意不好。穆婉婉拿了1两银子给于氏，让他帮忙张罗着做了一桌菜，请村里人吃了一顿饭。这一顿饭有酒有肉，来帮忙修房子的人同乔老二、乔老三兄弟吃菜喝酒，一屋子好多年不曾有过的热闹。这穆婉婉真是个手散的，这才做了几天生意，手里有点钱就飘了，又是修房子又是请客，这一顿下来怕是1两银子花出去了。那花多少也是他赚的。就怕不是他赚的。不是他赚的，难道是你给的？他一天卖那些药能有几个钱？再说这2天我都没看见他挖药回来，就卖那几个土疙瘩能挣多少？说不定这钱是明渊给他的。你别忙着说跟我有什么关系，不单单是跟我有关系，跟你也有关系。明渊说了，以后他在码头上挣来的钱都归宫中。他穆婉婉要是真的拿了宫中的钱去修房子，我第一个就饶不了他，家里又不是他一个人的。你有证据啊？得，他说到点儿上了。李氏要有证据，早就冲到3房去指着穆婉婉鼻子骂了，哼了一声，扭着屁股进了家门。娘，穆婉婉这般乱花钱你也不管管，修个房子就乱花钱了？修房子就罢了，娘你是没看见，我方才路过灶房，看到于氏帮着做饭，那案板上的肉一块块的，真是对自家人都没这般大方呢。什么？穆婉婉买了肉回来，怎么没给我们拿？太不像话了！旁的人大吃大喝，怎么到了我们这里就连个肉末芯儿都没瞧见？我去看看。于是和乔明丽、穆婉婉3人是女人，按照乡下的规矩，请客吃饭，女人是不能上桌子的。穆婉婉，你腰板直了，家里人管不得你了是不是？阿奶怎么这么说？你修房子的钱哪里来的？赚的。修房子的钱，请乡亲们吃饭的钱，都是这几天卖山药得来的。阿奶是为了这个生气的话，那就大可不必。我说了，到了月末会给宫中2两银子，到时候一个子儿都不会少你们的就是了。呸！你别来糊弄我老婆子，这些土疙瘩能值几个钱？你说，你是不是瞒着我悄悄去镇上拿了明渊的钱？
我没有。还说没有？我就说那老狮子的药能卖什么钱？你还天天都往镇上跑，糊弄我们全家呢。娘，修房子的钱真的是婉婉自己赚的，没要明渊的。你要是不信，明天让大哥去码头账房问问，要是婉婉从账房上支用了1个铜板，用1个，我替他补2个。真不是明渊的钱。不管阿奶信不信，修房子的钱都是卖山药赚的。阿奶只追问银钱，却不问问我们3房赚的这些钱容不容易。阿奶在这里发脾气，为什么不肯去3房看看？今天修好了房子，我爹有多高兴。同样是阿奶的儿子，阿奶的心为什么能偏到如此地步？如果阿奶这样不喜欢我爹，当初为何又要生他？如果生下他来只是为了养活大房的人，您觉得这样对我爹他公平吗？他是您的儿子，希望得到您的关心。如果您连一点莫微的关怀都不愿意给，那您还不如放过他。仿佛被什么东西击中，白氏当场呆立在那儿，心脏一阵紧缩，像是被什么锁住了，有点发麻，又有点疼。穆婉婉的话一个字一个字都打在他的心头，孙媳妇眼中的冷漠像是刺一般扎进白氏的心里。他身子微微晃动，白氏什么也没说，转身就离开了灶房。李氏见白氏从3房回来，脸上立即就挂上了得意的笑。他就是左右看穆婉婉不顺眼，如今见3房得了势，他就忍不住想要给穆婉婉添堵。娘，怎样？回你自己的房去，别整天眼睛都盯着3房。有那闲工夫你多绣点花，明路的笔墨纸砚就不愁了。李氏碰了一鼻子灰，当即就黑了脸，暗暗捏了捏拳头。李氏的心里别提多不得劲儿。他回到房间，转头就对乔老大说了今天的事。行，明天你早点去，走得晚了他说不定要怀疑。那死丫头鬼精鬼精的，也不知道吃什么长的，有她在，这3房闹腾得很。哼，迟早能收拾他的。于是将白氏过去的事情跟乔老二说了。娘没追究，就是不想去追究了。婉婉这些话说的没错，这些年来爹和娘的确是太偏疼大房了一些，咱们这做儿子媳妇儿的不好说什么，总归盼着他们能明白事理最好。唉，希望不要出事。婉婉是个有主意的，明渊孝顺，却也不是任人拿捏，咱们别去操这些没用的心，与其想这些，还不如好好琢磨一下那胭脂水粉的生意，我瞧着能行。那是，我信婉婉。第2天一早，穆婉婉便收拾了东西要去镇上。临出门时，远远看见白氏站在堂屋门口，一句话都没说。目光转了一圈，却没看见李氏的人。他心中暗暗奇怪，平日里他出门，李氏总是要冷嘲热讽一番，今日竟没见他，真是怪事。李氏一路跟着穆婉婉，见他背着山药，不是去往先前带他去过的百草堂，而是转去了另一条街，脸上冷笑连连。穆婉婉很快就到了素食斋门口，2楼的酒楼很是气派。李氏心中狐疑，这死丫头怎么跑到吃饭的地方来了？难道真是赚了大钱？你昨天教的那个薯片啊，味道好。昨天啊，郑老爷带了人来，吃了都赞不绝口。地薯便宜，这薯片有赚头吧？有赚头，有赚头。今天带了多少山药来？32斤。现在入秋了，山药就不太好找，以后我会供应的越来越少，有时候可能几天都来不了一趟。
这可算不得我失信啊！谭掌柜的，物以稀为贵，以后素食斋的山药得限量供应。已经要没了吗？掌柜的这些收不收野味？马上入秋，山上的果实也都成熟了，里面还有很多好吃的野味，虽不如山药那样大批量盛产，倒也不失为一个来钱的路子。收，看东西给价，收。好。谭掌柜别提多高兴，送财神爷一样的亲自将木婉婉送出了素食斋。这一幕立即被藏起来的李氏完全看在了眼里。这位小哥，刚刚那姑娘来你们酒楼做什么？她在这边做活吗？不瞒小二哥，我也想在镇上找活干，我绝对比她勤快聪明的，我吃的也少。大姐儿，我们这儿不缺伙计，你去别处问问吧。骗人！刚刚那姑娘她真不是来找活的，她是给我们素食斋送菜的。背个背篓能送什么菜？你这小哥净说些瞎话来蒙我，我是那么好打发的人吗？真不骗你。哎呀，我们店里卖的最好的山药啊，就是木姑娘送来的，市面上买不到，所以都是木姑娘送来。切，小二哥你又诓我，那山药哪里买不到了？我们家里多的是，这土疙瘩乡下人都不吃，能卖什么钱？你怎么就不信呢？那山药卖的比药还贵，木姑娘卖给我们素食斋的是20文一斤，你要是真的家里有，就背过来，比你来做伙计赚得多。20文，李氏眼睛都瞪大了，惊起了惊涛骇浪。那土疙瘩竟然值20文一斤，这些天来，那死丫头少说也背了几百斤来卖了吧？岂不是闷声不响的三房赚了好几两银子了？怒气冲冲回到乔家的李氏进门就直奔堂屋而去。娘！白氏正在堂屋忙着给乔老爷子纳鞋底，听见李氏激动的喊声，吓得一个哆嗦，险些扎到了自己的手。老大媳妇，你咋咋呼呼什么？都几十岁的人了，一点样子都没有，干什么？别挡着我的光。娘，我跟你说件事儿。李氏又将今天看到的事情说了出来，最后李氏少不得煽风点火。娘，想不到那些土疙瘩这么值钱，你说穆婉婉阴不阴？找了个赚钱的路子，却死活要瞒着家里人，生怕谁抢了去。哼，他压根就不孝顺你和爹呢，生怕你们管他要银子，连退路都给自己找好了，1个月2两银子，他真是打发叫花子呢。你真去问了，山药是20文一斤？不能吧，这比肉都贵了，有人能要？娘，是素食斋的小二亲口告诉我的，错不了。娘，你仔细想想，要不是山药这么好卖又出价，这几天于氏和明丽忙里忙外的帮着他做什么？你也不看看三房的院子里堆的山药都成了堆，真不卖钱留着占地吗？这话一出，白氏脸上的疑惑之色顿时没了，他不由想起穆婉婉那天给的那100文钱，要不是真的赚了不少，至于出手那么大方吗？我去问问老三。娘，这还用得着问吗？三弟躺在床上能干什么？你问他肯定是什么名堂都问不出来。依我说，您跟爹说，一会儿等穆婉婉回来，直接审他就完了。她一个小丫头片子，又是孙媳妇，哪里敢不听你们长辈的话？娘，这都是为了咱们家呀。宁鹤在镇上读书不容易，我们都掏空了心思给他赚钱。穆婉婉倒是好，藏着掖着，生怕谁拿了去。他也不想想，将来明鹤当官了，说出去乔家有光，他脸上也有光不是？乔明鹤一直都是乔家人的希望。这话一出，白氏摇摆不定的心立马就坚定了。
等你爹回来，我跟他去说。穆婉婉的确太不像话了一些。穆婉婉她在镇上卖了山药后，就去了一趟百草堂，连着几天没给百草堂送药材，她要问问秋实需要什么才能维持长久的生意。婉婉来了呀，这几天都挖了什么好药啊？哦，挖了些山药，送去给了素食斋。邱掌柜，上次我跟你说的事情，你还记得吗？你的意思我懂，不过从医没有你想的这么简单，你要不要再考虑一下？我考虑很久了，跟着师傅学了这么多年，总希望自己能有点用。望、闻、切、问，针灸推拿，师傅教给我的，我都想用到。两人正说着话，忽然一个14、15岁的姑娘一阵风般的跑进了百草堂。邱大夫，你快救救我安南，安南要不行了。前几天不是还好好的，怎么回事？快走，去看看。秋实一听这话，也顾不得跟穆婉婉说了，就跟着那姑娘往外走。秋实听到脚步声回头，见穆婉婉跟了上来，他本想劝她回去，左右一想，学医的人大多都有一颗救人的心，能多看一个案例就是一种进步。穆婉婉多半也是想看看而已。你爹在学馆还是在家呀？在学馆，家里就我娘在，天方才慌得很，才准我出门去请邱大夫。我安南会不会死啊？先去看看再说。穆婉婉听着这些话，心念急转，莫非这姑娘便是丁宝林的独女丁诗华？邱大夫，你快看看，我娘脸色都青了。一进门就看到床榻上躺着个年纪约60的妇人，她头发花白，骨瘦如柴，胸口剧烈地起伏着，一张脸青如百鬼，嘴唇都是白的，双目还直往上翻。秋实从药箱里拿出银针，连着在老太太头上扎了好几针，又开始掐老太太的人中。忙活了一阵，勉强瞧见老太太的双眼渐渐回缓，只是喉咙里仍旧发出呼噜呼噜的喘气声，似乎是被什么卡住了呼吸。邱大夫，这是肺结核，让我来吧。先给老夫人顺顺气，她被痰噎住了，得用东西抽出来。肺结核也叫肺痨。邱大夫，这肺痨是会传染的呀。你们不要怕，是不是肺痨还不确定呢。婉婉，肺痨的话总会咳血，可这老夫人从未咳血过，应该不是肺痨。还没发展到咳血的地步，而且也不是每个人都咳血。老夫人平日里应该会觉得有些气闷，在午觉起来后就会发热，夜间盗汗，全身都没力气。老夫人病了应该有快2年了吧，原本只是诊断不出病因的虚热、盗汗和消瘦，后来慢慢开始咳嗽，断断续续的，是因为最近这几个月才一下子咳嗽加剧，并且时时在说胸口闷痛，对吗？对。那怎么办？能治吗？我娘还能救得了吗？不能耽误了。邱掌柜的诊断是肺病，也没有误诊，这结核是最近才演变的。不过现在知道了是传染病，你们这屋子里就不能再这么处理，赶紧通风消毒。丁夫人和丁小姐常年照顾老人家，也得跟着吃药。婉婉，你快救老夫人。穆婉婉点点头，她也不多废话，上前翻开丁老夫人的眼睛看了看，见丁老夫人的眼睛已有些涣散，忙让大家都出去。这些人在这里也会影响她使用器械，毕竟随身空间太惊世骇俗，她不可能当着大家的面拿出来。
我们都在这里守着，有什么要帮忙的也能及时搭一把手。穆婉婉见丁老夫人情况紧急，来不及解释，就将大家往外推。此时丁老夫人呼吸已经平稳下来，躺在那儿仍旧是人事不省，然而唇已不是先前那般煞白，双手双脚也有了温度。如此神奇的治疗方式，秋实更为惊奇。原来是老夫看走了眼，失敬失敬。前人栽树，后人乘凉。邱掌柜的将老夫人的底子调理得很好，加上咳症控制得不错，一直没有大面积的恶化，否则啊，就算神仙来了也没救。老夫人前阵子是不是受了一次凉？本身就有结核病，加上风寒刺激，才会咳症加剧。现在缓过来了，药得继续吃，而且要连续吃至少半年到9个月。你们得看着老人家一些，有什么问题随时到百草堂去找邱大夫。是。这法子是谁想出来的？厉害，真是厉害。这是我家祖传的，邱掌柜，我可不能告诉你啊。多谢姑娘救命之恩。丁夫人，这药一定要坚持吃，1天都不能断。另外，你去百草堂再开一副4逆汤，配合着一起吃。老夫人身体有炎症下不去，咳嗽今晚能缓解，明天我再过来给老夫人再输1天的药。啊，这诊金，我在百草堂坐诊，你问问邱大夫吧。丁夫人，诊金跟从前一样，还是100文。抓药的钱就算了，4逆汤也不是什么贵重的药。如今秋实已经见证了他的医术，有这样一位医术高明的人坐诊他百草堂，他是求之不得。穆婉婉远远的就看见乔明渊坐在水房里在记账，水房里点了一盏油灯，将他脸上的轮廓投影得格外好看，这般月色灯光更给他的五官镀上一层柔和的光。婉婉，你怎么在这里？乔明渊吃了一惊，上上下下的打量了他一番。你这是怎么一回事？穆婉婉搔了搔头，便将今天来镇上卖山药，顺便给人治病的事情说了一遍。今天那老夫人啊，是你们学馆馆主的母亲，我尽力先治着，让她好起来，她总得承我3分人情，到时候我再想办法让馆主收了你这个徒弟。乔明渊此时心里惊涛骇浪般，远不如外表那么平静。一来是为穆婉婉高明的医术震惊，连秋实这样的老郎中都治不好的病，他却信手拈来的治好了；二来他从他絮絮叨叨的话语里能听到他对自己的关心和回护，甚至还能体会到他为他思虑周全的苦心。馆主收不收我做徒弟，凭的是我的本事，这事你不要管。哦，穆婉婉没搞明白他忽然的火气是为了什么。婉婉，我不是那个意思，我是说，馆主收徒弟一向是有自己的想法，他今天还来学堂考教功课，听沈秋池他们说，就是甲级1等班上的学生也没能入得了他的眼。我如今还在丙班上着课，馆主未必能看得上我。我知道了，你是怕别人嘲笑你，说你是走后门，不是正大光明的手段，对吗？乔明渊想了想，他方才说那句话本是替他不值而来的无名怒火，并非有意斥责，于是点了点头。那大哥就只管努力读书，大哥那么优秀，总有一天馆主会发现大哥这颗明珠的。我这几天都有来镇上，不过去学馆的时候听见里面在读书，就没去打扰大哥。大哥，学馆里是什么样子的？
父子们都如何？其他父子我还没见到，我在丙班读书，在医院里，乙班在2院，甲班在3院。丙班目前只有孔夫子一个人上课，听说乙班和甲班是有3个父子授课，当然包括馆主在内。名扬学馆里的父子并不多，等我去了乙班就能全部认识了。大哥，你先前听了那么多书，其实还是有用的，只是我不希望大哥那么辛苦，白天在学馆上学，晚上还要在码头做工，这样太累了。不累的，只要能读书，他不会觉得累。要是大哥能像乔明鹤一样，专心在学馆里读书，什么都不用管就好了。大伯他们不会同意的。大伯他们要的就是钱，给他足够的钱，他就不会拦着了。大哥，我能赚的，要不……不用，有些东西不是钱的问题。不管他们3房能给多少钱，都会被剥夺去学馆读书的权利，因为大伯不会允许他比乔明鹤更优秀，威胁到大房的地位的。其实要想常年在学馆待着，也不是没有别的办法。什么办法？求阿爷和大伯是没用的，村里只有一个人说的话管用，哪怕阿爷不想听，他也会妥协的。那就是找族长。可是阿爷不是和族长有些不和吗？你可知道他们是因什么事情不和的吗？不知道。因为我。他给穆婉婉说起当年一段旧事，其实说来说去也就是乔明鹤和乔明渊兄弟2个孙子都是一般无二的聪明，教什么学什么，学什么会什么。他满心喜悦地想培养2个孩子，可奈何口袋里的钱只能供1个人去上学。最后去镇上读书的人选定了乔明鹤。乔家人里最能赚快钱的就是乔明渊的父亲乔老三，因着这层缘故，赚钱这件事就落到了乔老三的头上。须知当时乔明渊的母亲刚刚病故不久，还被家里人逼着进了山，于是便有了这后来的诸多悲剧。乔老三被大虫咬断了1条腿，那将他咬成了残废的大虫死了，乔家人将虎皮卖掉，换得了100两银子，全给了乔老大到县城去赶考，回来100两银子挥霍一空，功名仍旧没能考上。就才从那时候起，乔老爷子一直认为乔族长对他们乔家的事情指手画脚，是心怀不轨。既然是这样，请了乔族长来做说客，怕是阿爷更不会同意了。谁说让族长做说客了？不是的话……乔明渊凑上去，小声地在他耳边说起了自己的计划。穆婉婉越听越觉得这个计划可行。大哥，你真聪明。城东有车马行，找个马车或者骡车送你回去。算了，太贵了。你安全最重要。你放心，50个铜板大哥出得起的。我如今在给镇上的书斋抄书，1本书就能赚80个铜板，不打紧的。抄书不累，还能顺便看看书，对我来说是好事儿。你可别说我。穆婉婉便无话可说，同时有什么在胸腔里绽开，让他忍不住露出笑脸。爹娘，你看这穆婉婉也实在是不像话，如今赚了点钱，翅膀就硬了，魂儿就飘了。哼，这都什么时候了还不着家，压根儿就没把乔家当一回事儿。亏得你们还不信我说的，依我看呀，他这心根本就是野的不成样子。行了，大嫂，你少说几句，没人当你是哑巴。哼，我说穆婉婉关你什么事？知道你们2房3房一条心，可你也不能包庇这个小荡妇吧？别骂人，这话让三弟听见了，当心他爬也要爬起来跟你拼命。闹僵起来，
没人会站在你那边。得，还威胁我，我好怕呀！都闭上嘴巴，老娘还没死呢，一个个咋咋呼呼的做什么？老二，去村口看看，人回来了吗？娘，二嫂这么晚都没有回来，会不会出事了？阿南他们好吓人，我又怕二嫂不回来，又怕她回来挨打。你回房去睡吧，你二嫂不会挨打的，娘和爹会护着她的。可是，去吧。乔老爷子感受到他的目光，却连眼皮都没抬起来看一眼这个孙女。婉婉到底是干什么去了？该不是知道要审他，你早就跑了吧？哼，他能跑哪里去？哎，早先我就说明渊办事太冲动，你们还不相信我。你看，他就忙着帮人脱了奴籍，没了契约约束。穆婉婉真的要跑，我们又能拿他怎么办？娘，你那3两银子怕是要打水漂了。大哥，婉婉不是这样的人，明渊做事一向稳重，我相信他们2个都不会让大家失望的。哼，这话可不好说，知人知面不知心呀。就好像有些人原本是个摇不响的水葫芦，也不知收了人什么好处，整天张嘴闭嘴替人说好话，真是看不出来。哼，俗话说有钱能使鬼推磨，真是所说不假。是啊，可不就是，有钱不但能使鬼推磨，还能让人张嘴说狗话，满嘴汪汪乱吠呢。你跟谁说话呢？牧师，过来跪下。让我跪下没问题，阿姨是长辈，我不敢违抗你的意思，但是我也要问阿爷一句。什么？官府打人板子尚且需要个罪名，我是犯了什么错，需要给全家人下跪赔罪？大家都是第一次做人，成论对错，人人有份。阿爷总得给我个让人心服口服的理由，不是？你欺上瞒下。欺上瞒下，吸了水又瞒了水。穆婉婉，你嘴巴可真硬。哼，你明明卖山药那么赚钱，你却欺瞒全家，你以为大家都是傻子吗？欺瞒？我光明正大的上山挖的药，光明正大的背着去镇上卖的钱，何来欺瞒一说？是啊，我是忘记告诉大娘你，我那山药挺值钱的，1斤20文。大娘是不是觉得我卖山药赚了那么多钱，却没分给你1分，所以欺瞒你了？可是先前我卖草药的时候，不是已经跟家里说好每个月给宫中2两银子了吗？当时大伯是怎么跟我说的？赚不到2两银子，我自己想办法补给宫中，不得怨恨家里的谁。阿爷当时也是发了话的，说我赚多了，家里的人不会贪我1个铜板。怎么才几天啊，大家把这事儿都忘了？